在幼儿以及儿童时期，如果有至少一个好朋友，维持还蛮相当不错稳定的友谊品质的话，对一个幼儿以及儿童他的适应的能力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关系的。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如何评估友谊呢？在心理学当中呢，我们发展出来一些方法来了解幼儿以及儿童的友谊关系。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个幼儿他有几个好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性质，或者是说我们想知道他们所谓的最好的朋友的友谊的品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儿童和朋友之间呢，有的时候会相处得很好，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那么他们的互动以及解决冲突的过程，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提升一个幼儿他的个人的适应的能力。那我们也晓得朋友之间的互相的支持，或者是陪伴或者是亲密感的建立，那这些呢都对个人的成长、生理或者是认知、社会能力这方面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同侪如果接受度很低的儿童，也很可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也发现，在幼儿以及儿童时期，如果有至少一个好朋友，维持还蛮相当不错稳定的友谊品质的话，对一个幼儿以及儿童他的适应的能力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关系。那么友谊的品质，我们的过去的研究也发现有许多的性别的差异。男生的友谊的品质是取决于他们之间的活动的方式。男生喜欢的活动呢，通常呢跟共同要达成一个目标，或者是一起玩一个有规则的游戏所以通常是有一个活动的固定的这个偏好或者是嗜好一起去提升的这样子的特定的行为。女生通常不是这样，女生通常比较是谈话性质的，比较不一定是一定从事于特定的活动，而经常是分享感觉、个人对事情的看法跟观点。那么这些话题对女生来讲是相对来讲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评估友谊的时候呢，常常也会去思考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并且呢希望能够知道一个女生她的友谊的性质是不是像我刚刚所讲的典型的女生的形式，还是有一点像男生的形式。那么一个男生的友谊关系是不是也混杂着我们所谓的传统认为的男性跟女性的那样子的形式？这也是一个我们世代的趋势。那也就是我们发现，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常常会拥有跟女生之间的那样子的友谊的形式，跟男生之间拥有跟男生那样的友谊形式，而中间也有一些非典型，所以也或者是非传统的友谊的互动的方式。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评量当中呢会发现的。那大部分的评量可能都会有一部分是叫做自陈式，也就是被测量的当事人要告诉我们他的友谊的互动的形式，或是友谊的这个品质相关的问题。接下来介绍照片式社交评量法，在对于幼儿口语表达比较没有那么流畅的能力的这样子的对象，通常我们会用照片来辅助测量。譬如说，我们会把在幼儿园里面同一个班级的小朋友的照片拍下来，然后我们请小朋友先挑出来他自己的那一张，然后呢，我们再请他告诉我们不同的照片是叫什么名字，他认识班上的小朋友有哪些。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问他，这个照片里的小朋友是你的好朋友吗？你跟他都做些什么事情？
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普遍的、一般的、经常性的互动的方式。那么然后呢，我们也会请小朋友再挑出来他最喜欢的小朋友的照片所以他可能会挑几张他认为在班级上跟他互动的最好的其他的小朋友。那我们也请他挑出几张他认为比较不喜欢或者是比较不常跟他互动的小朋友。那我们可能借由这样子的测量，我们比较去了解幼儿跟他的同班同学、其他的幼儿之间的互动的形式，以及谁是他的，或是哪些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儿童的测量方式很类似幼儿的，但是儿童可能就不用照片，而直接询问他最好的朋友的姓名。所以呢，他可能在班级上面有几个好朋友。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好朋友可能很多超过10个也有可能。但是在测量的时候，我们希望儿童可以帮我们挑出他，也就是他先经过他心中的评量，挑出他心中认为最好的3个好朋友，以及另外的3个他认为最不喜欢的朋友或者是同学。那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儿童在他的班级上，或者是在他的团体当中，他最喜欢的以及最不喜欢的同侪是哪些。这样我们研发出来一个叫做同侪的社交地位测量法。社交地位测量法通常可以告诉我们儿童他心里所喜欢的同学或者是同侪，在他的这个选项当中，另外那一位小朋友，就他喜欢的小朋友，是不是也刚好选了他？那么我们比较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个稳定的友谊的关系。